哎呀，欢迎收听，今天咱们一起来深入聊聊你挺关心的个人成长这个话题。焦点呢，就是那本很有名的书，亨利·克劳德和约翰·汤森德写的《成长神学》，英文名叫《How People Grow》。这本书确实很有分量。是的，你看，你给我们分享了2个材料，都挺好的。一份是你做的笔记，总结了书里3个特别实用的建议，还有怎么做。另一份呢是这本书的一个内容摘要，把核心思想、关键点都概括了。2本材料可以互相对照着看。所以咱们今天就想结合这2份东西，帮你把这本书的精华给挖出来，就是想搞清楚他们说的那种真正的能带来改变的成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他们怎么把就是信仰上的道理和心理学的看法给结合起来，这个挺有意思的。对，这个结合点是这本书特别的地方。快速说作者背景克劳德和汤森德那可是这方面的老专家了，都是临床心理学博士，也都是基督徒，写了好多书，听说加起来卖了2000多万册。哇，那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不光是写书，也是经验很丰富的咨询师，到处做演讲，所以他们谈成长是既有理论又有大量实践经验垫底的。是理论跟实践结合的比较好。好了，那咱们就仔细看看，感觉重点不光是知道应该成长，对吧？更是要弄明白人到底是怎么成长的，这个过程本身是怎么样的。没错，这正是这本书的切入点。它一上来其实就抛出了一个有点挑战我们常识的观点，就是说真正的成长光靠自己更努力、更自律，或者说更小心的不犯错，其实是不够的。这跟你听到了很多成功学说法不太一样。对，很不一样。摘要里也反复提这个，说成长是在关系里面，在承担责任的过程里，被一种叫做恩典的力量改变。这个听起来比只要你努力就能行要复杂点儿，但也可能更真实。可以这么说，这本书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想搭个桥，一头是圣经里的智慧，另一头是心理学对人性的理解，他哪个都不想简化。成长的目标呢，按书里说的是变得更完整、更成熟、更像基督展现的那种生命样子。这就需要我们去处理情感上的包袱人际关系里的模式问题还有灵性上的一些障碍。明白了。它是一个走向医治和成长的过程。行，那咱们先从书里第一个核心概念开始吧，恩典与真理的结合。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抽象。书里用了约翰福音里说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这为什么对成长这么重要呢？这个概念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基石。你想想，成长它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者说生态。恩典是啥呢？就是无条件的接纳、爱、饶恕，像个安全网，告诉你，就算你搞砸了、失败了，你这个人本身，你被爱的身份是不会变的。明白了。有了这个底，人才敢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藏着掖着。对，有恩典才敢承认不足。那真理呢？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它代表现实，代表标准、界限，还有责任。它要求我们诚实的看自己，看自己行为的后果，承认哪些地方确实需要改。没有真理呢，恩典就容易变成纵容和稀泥。可如果没有恩典，光有真理，那就可能变成冷冰冰的、严厉的论断，让人喘不过气，根本没法成长。这就直接连到你笔记里那个第3条建议了，在日常生活中要把恩典与真理结合起来。说起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这个平衡点好像特别难找。咱们要么对自己太狠，要么太松，特别难。这绝对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平衡。笔记里举的那个例子就很好，那个饮食计划失败的，你想想，当你搞砸了，比如没忍住暴饮暴食了，如果只有真理，你脑里可能就会有个声音骂自己，你看你又失败了，真没用。这就是律法主义，一点恩典没用。会很自责。对，但如果只有所谓的恩典，或者说对恩典的误解，你可能就轻描淡写，哎呀，没事儿，偶尔一次怕啥？这又回避了问题，缺了真理。这里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健康的反应是两边都要有，一方面承认，我确实没做好，这个行为需要调整，这是真理；另一方面也提醒自己，
这次失败不代表我整个人就完了，我还是被接纳、被爱的，这是恩典。听起来像是一种，既诚实又对自己有同情心的对话。对，就是这个词，诚实又慈悲。书中就强调这个，我们需要对自己说：是我搞砸了，这个行为需要改，真理。但是神仍然爱我，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没变，一次跌倒不等于世界末日，恩典。这种内在的对话模式本身就是成长啊。那把这个用到人际关系里，是不是也一样重要？我看笔记里也提了，对别人也要平衡。当然重要。你想想，父母教育孩子，对吧？孩子撒谎了，对吧？父母需要清楚地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可能还要承担一些后果，这就是真理。但如果光是严厉批评惩罚，孩子可能就学会了隐藏、害怕。是。所以父母同时也要反复地确认对孩子那种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是恩典。让孩子明白，我爱你，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行为。这种平衡才能真正引导孩子成长，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控制行为。缺了哪一边都可能出问题，要么关系僵了，要么管教没效果。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平衡，确实像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那我们接着看，这种平衡的环境是不是特别需要好的关系来支撑？摘要和笔记都特别强调关系。没错，这是书里另一个顶梁柱一样的观点。成长它很少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能搞定的，它是在特定的关系氛围里孕育出来的。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那种既安全又能说真话的关系。安全又说真话。对，在这样的关系里，咱们可以放下那个壳，敢于暴露自己的软弱、挣扎，同时呢，也能听到别人诚恳的反馈，甚至是批评，而且愿意互相督促，一起负责。你笔记里第一条建议就是建立以成长为中心的关系，这听起来好像不是随便找个朋友就行，他特别强调要安全，而且充满真理。这两个词又来了。是的，又来了。安全就是说，你在这个关系里不怕因为暴露缺点或者失败就被嘲笑、被论断、被抛弃，你知道对方是接纳你的。有底气。对，充满真理呢，就意味着这关系不光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而是能容纳甚至鼓励说实话，给反馈。朋友敢点出你的问题，你也愿意听，因为你知道他是为你好，是出于爱。笔记里给的行动建议还挺实在的，比如至少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跟他坦诚聊聊你现在正纠结的某个问题。这个需要勇气。是需要勇气。还有主动去问别人，你觉得我在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哇，这个更需要勇气。甚至还要去找那种既有恩典，就是支持理解，又有问责，就是能督促你挑战你的小组或者社群。这些行动建议，你看它的核心是啥？都是在推我们一把，让我们走出那个孤岛，进入真实的连接里去。笔记里那个跟拖延症做斗争的人，那个例子就很好。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努力，失败再努力，对吧？他是把这个问题带到一个信任的朋友面前，请朋友每周检查他的进度。这就等于是邀请别人参与到他的挣扎里来，用关系的力量帮自己。这里的迷人之处在于，他挑战了咱们常有的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成长观。我们总觉得成长是靠个人意志力死磕出来的，但这本书好像在说，关系网才是那个成长的土壤。正是这个意思。他强调我们是活在关系里的。你想想看，咱们很多问题的根源，比如不安全感啊、错误的自我认知啊、那些破坏性的行为模式啊，往往也是在过去的关系里形成的，对不对？有道理。那么疗愈和成长自然也最应该在健康的关系中发生。比如一个年轻人，他加入教会小组，刚开始可能就是看看不说话，但当他鼓起勇气分享了自己真实的困难，然后在小组里得到了支持，也得到了一些适度的挑战，他可能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的盲点，然后获得了改变的动力。这就是关系的力量。从关系的重要性很自然就带出下一个关键点了，承担责任。摘要和你笔记的第二条建议都重点说了这个。对，如果说关系是成长的土壤，那承担责任可能就是咱们自己需要播下的那个种子。
书里认为啊，成长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那种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心态。就是总觉得我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是环境不好，是运气太差。这种心态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法改变，因为好像改变的关卡在别人手里，或者在老天爷手里。这个倒是很常见，我们太容易为自己的问题找外因了。笔记里的行动建议就是要打破这个模式嘛。是的，你看那个建议，每天晚上花点时间反思，今天我在哪些地方是主动承担责任了，又在哪些地方不觉知的就演了个受害者，或者把锅甩给别人了。这个简单的练习就能提高我们的自我觉察力。还有那个识别一个你习惯性被动的领域，比如财务啊、健康啊、某个难搞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然后问自己，我能主动做的第一小步是什么？这感觉是把焦点从抱怨转到了行动上，用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来代替要不是因为我就能。这个转变太关键了，就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想想，你可能在哪些方面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被动的位置上。笔记里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那个欠债的人，他不再是光抱怨经济形势不好，或者过去的倒霉事儿，他开始干嘛呢？开始每周做预算，追踪开销。这不一定马上解决问题，但是他从一个被动的抱怨者变成了主动的管理者。这就不一样了。那个关于老板的例子也特别有启发。我老板让我压力巨大，这是个很常见的抱怨，听起来责任都在老板那儿。但如果换个角度，从承担责任出发，可能会怎么说呢？可能会说，面对老板的行为，我需要学习设定健康的界限，并且管理好我自己的情绪反应。对，这两种说法，你觉得哪一种更有可能带来改变？那肯定是后者啊。承担责任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你的错，而是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有选择怎么回应、怎么行动的自由和责任。当你停止指责，开始关注自己能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把改变的主动权拿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明白了，承担责任才能启动改变。那么书中还提到，成长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罪与破碎。这部分听起来有点沉重。这是成长路上绕不开的闭环。如果我们只谈技巧、关系、责任，但不敢碰人心里更深的东西，那些我们不愿承认的缺点啊、自私啊、过去的伤痛啊、非理性的恐惧啊等等，那成长可能就只是表面功夫。书里认为，真正的成长需要勇气去正视这些阴暗面，在神的真理和恩典的光照下面去理解他们，而不是压抑或者假装他们不存在。这听起来像个是挺漫长，而且可能挺痛苦的过程。摘要里也说了，成长是个过程，不是叮一下就成了的。对，它不是一个线性的马上见效的方案。摘要里把它描述成一个有点像螺旋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连接，跟神跟人的深度连接，这是地基。然后是面对，勇敢的去看那些关于自己、关于罪、关于现实的真相，不管有多难看。要先有连接才敢去面对。通常是这样，因为面对真相需要极大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往往就来自前面说的恩典和安全的关系。面对之后呢，是接纳，接纳神的饶恕，也学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甚至把自己的破碎看作成长的一部分。再然后是冒险，基于新的认识，鼓起勇气去尝试不同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比如以前总是逃避冲突，现在冒险去进行一次健康的、坦诚的沟通。正是这个意思。最后一步是坚持，因为成长路上肯定有反复、有挫折，这时候就需要靠着恩典、真理和关系继续走下去，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躺平了。这个过程观很重要，它提醒咱们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摘要里提到那些简单的属灵口号，比如多祷告就好了，或者凡事谢恩什么的，虽然本身没错，但有时候会被我们拿来回避真正需要处理的深层问题。光喊口号解决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模式或者创伤。说得非常对，那些口号如果变成了廉价的安慰剂，不去碰真正的痛苦和挣扎，反而会耽误成长。
真正的属灵成长往往是伴随着情绪上的挑战和关系上的调整的。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要把这些核心要素都串起来看，摘要里那个公式，成长等于恩典 plus 真理 plus 在社群里的时间，好像是个挺好的总结。感觉像在说，这三样缺一不可，而且需要时间去发酵。我觉得这个公式抓得挺准的，它强调了几个关键点。第一，成长需要外力，需要输入，恩典和真理往往通过关系进来。第二，成长需要咱们自己参与，承担责任，面对现实。第三，成长得在特定的环境里，安全真实的社群。第四，成长得有耐心，需要时间。它是一个整体的，像生态系统一样的过程，关系到我们的想法、情感、意志、灵性，还有人际互动。书中还特别强调，情绪健康和属灵成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它挑战了那种把属灵和心理情绪切开来看的观点。一个人不太可能，在人际关系一团糟、情绪管理失控的情况下，还说自己达到了很高的属灵境界。反过来也一样，深刻的灵性体验应该会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行为。最终的目标是活出一种更像基督的生命，那是一种充满了爱、智慧、责任感和完整性的生命状态。所以归根结底，这不光是学几个技巧的事儿，而是关乎一种生命状态的转变，需要在恩典、真理、关系和责任这几个方面持续的下功夫。正是如此，就需要我们超越那些表面的急功近利的解决方案，真正投入到一个可能充满挑战但也极其丰盛的过程中去。这需要勇气面对自己，也需要谦卑的依靠他人和那个更高的力量。好的，今天咱们一起深入聊了聊成长神学的核心理念，结合了你的笔记和书的摘要，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说那种真正的能带来持久改变的个人成长啊，是个整合的过程。它需要神的恩典做基础，需要圣经的真理做方向，需要在安全又真实的关系里被滋养，还需要咱们自己主动担起责任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项目，而是在群体里面随着时间推移被精心培育出来的生命转化。如果咱们把这个放到一个更大的途径里看，我觉得这个框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给了一条路，这条路超越了那些简单的自助方法或者纯粹喊属灵口号，它努力地把信仰的深度和心理学的洞察结合起来，为我们走向生命的完整和成熟描绘了一个更全面也更贴近咱们人性的一个方向吧。它承认我们的破碎和挣扎，但也指出了在恩典和真理的这个张力中，在真实的关系里面，我们是有可能不断蜕变和成长的。那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接下来自己琢磨琢磨，回顾一下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者看看你现在正面对的挑战，恩典、真理、安全、关系、个人责任的事，这4个成长的关键要素里面，哪一个感觉是你当前最需要投入精力去关注、去培养的领域呢？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些深刻的资料，启发了我们这次很有意义的探讨。希望今天的对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动力。